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学习中文的资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们的中文播客。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？小美，我们今天来聊聊学中文的资源吧。这个话题真棒，很多朋友都想知道。是啊，学习中文的资源真的很多。对啊，从哪里开始说比较好呢？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教材说起。教材很重要，它是学习的基础呢。像 HSK 标准教程就很受欢迎。是的，内容系统很适合初学者。除了书本，现在还有很多手机应用。手机应用很方便，随时都能学习。你推荐哪些学中文的手机应用呢？比如查词典和听故事的应用都不错。还有一些专门练习听说的学习软件啊。对，可以找到语伴练习口语的平台。练习口语真的很重要，要多开口说。没错。那听力资源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听力可以多听中文播客，像我们这样。哈哈，听中文歌也是个不错的办法。看中文电影和电视剧也能提高听力。是啊，而且还能了解中国文化呢。学习中文的阅读材料有哪些选择呢？阅读可以从简单的分级读物开始。读一些儿童故事书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慢慢地可以尝试看一些中文新闻。那对于写作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写作需要多练习，可以写日记啊。也可以在网上找一些写作的练习平台。多写多改，进步会非常快。除了这些，我们还能用什么资源呢？网上有很多免费的中文学习网站。对，视频网站上也有很多教学视频。找一位好的中文老师也很重要呢。老师能帮你纠正发音和语法错误。是的，有老师指导会少走弯路。沉浸式学习环境对学中文有用吗？当然有用，尽量多接触中文环境。可以把手机语言设置成中文试试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小技巧，很实用。学习中文最重要的是坚持不放弃。每天学习一点点，慢慢就会进步。找到一个学习伙伴，一起学习也不错。互相鼓励，共同进步，效率更高。总结一下，资源确实非常丰富多样。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。然后就是持之以恒的去学习和练习。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帮到大家学中文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呢？你觉得哪些学习软件比较好用啊？学习中文的 App 确实很多。是啊，选择太多，反而不知道用哪个。我觉得词典类的应用很重要，比如 Playco。Playco 确实很专业，查词很方便。还有一些练习口语的 App， 比如 HelloTalk。HelloTalk 可以和中国人直接对话吧？对，能找到语伴练习，互相交流。这个方法听起来很有趣，我很想试试。还有 Duolingo， 适合初学者打基础用。Duolingo 的课程设计确实很有趣呢。它能帮助你学习词汇和简单的语法。不过，可能还需要搭配其他的资源。是的，不能只靠一个 App 来学习中文。那你还推荐什么别的学习 App 吗？我觉得看中文视频也是个好方法。看视频会比读课文更容易坚持。对，可以看一些简单的中文动画片。动画片语速会慢一些，更容易听懂。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找中文学习频道。比如哪些频道是比较适合学习的呢？像李子柒的视频，内容很有意思。李子柒的视频画面很美，
语言也地道。还有一些专门教中文的博主，讲解很清楚。这样一边看视频一边学习，效率很高。还可以看一些中文的电视剧或者电影。但是看电视剧可能会有点难理解吧？可以先开中文字幕，帮助理解剧情。然后再尝试不看字幕，锻炼听力。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好办法，很实用。对了，听中文歌对学习有帮助吗？当然有帮助，很多歌词都很美。听歌能帮助我们学习新的词汇吗？是的，还能感受中文的韵律和语感。有没有推荐的中文歌手或者歌曲呢？比如周杰伦的歌，或者邓紫棋的歌。他们的歌都很流行，我听过一些。还可以听一些中文播客，锻炼听力。听播客能帮助理解更长的对话内容。没错，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来听，这样学习起来会更有动力，不枯燥。也可以读一些中文短文或者新闻报道。阅读能积累词汇，提高语感和语法。从简单的儿童读物开始，慢慢过渡。我还听说看中文漫画也很有趣呢。是的，图文并茂，更容易理解内容。看来学习中文的方法真是五花八门。关键是要找到自己喜欢并且能坚持的。今天的分享真的让我收获很多啊！很高兴能帮到你，这很重要。是啊，感觉学习方向更明确了。对了，你有没有用过学习中文的 App？ 我只用过一些翻译软件而已。其实有很多好用的 App 可以尝试。比如哪些 App 比较适合初学者呢？像 Duolingo 或者 HelloTalk 都不错。我听说 Duolingo 很流行啊。是的，它用游戏方式帮你学习。游戏化学习听起来很有趣呢。HelloTalk 则可以和语伴交流。那真是练习口语的好机会啊。没错，还能学到地道的表达方式。除了 App， 还有别的数字资源吗？当然，网上有很多免费的网站呢。有没有推荐的中文学习网站啊？像 YouTube 上有很多教学频道。我平时也会看 YouTube 的视频。你可以搜索学习中文关键词。这样就能找到很多资源了吧？是的，还有一些大学开放课程。免费的大学课程听起来很棒。他们通常有系统的学习内容。那我回去一定要找找看呢。对了，你有没有想过参加语言角？语言角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练习口语。面对面交流应该效果更好吧？是的，还能认识新朋友，很有趣。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语言角呢？通常在大学或者图书馆会有。我会留意一下学校的公告的。另外，看中文电影也是个好方法。看电影可以放松，又能学中文。对，从有字幕的开始，慢慢来。我喜欢看喜剧片，有没有推荐的？夏洛特烦恼就挺不错的。好的，我把它加入片单了。还可以看一些中文的电视剧。电视剧的对话会更日常一些吧？没错，能学到很多生活用语。这么多资源，我真是太幸运了。关键是要坚持，每天都学一点。我现在动力十足，信心满满呢。记住，不要怕犯错，大胆去说。好的，我会积极尝试这些方法的。遇到不懂的就随时问我吧。谢谢小美，你真是我的好老师。不客气，我们一起进步，好吗？没问题，下次我们再聊聊别的。没问题，下次我们再聊聊别的。对了，我还忘了说一个重要的。是什么啊？快告诉我吧。
那就是学习中文的手机应用。手机应用有很多吗？是啊，比如多邻国就很好玩，我听说过这个，很有名呢。它能帮你记住很多生词哦。太棒了，我回去就下载试试。还有一些专门的词典应用呢。词典能查什么词呢？能查字，还能听发音，很方便。那可真是太实用了，我需要。没错，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。我怎么没想到这些资源呢？没关系，现在知道也不晚啊。对了，我还喜欢听中文歌曲。听歌也是很好的学习方式。是吗？我只是觉得好听而已。你可以跟着歌词一起唱啊。这样能提高我的口语吗？当然了，还能记住新词语呢。这个方法我倒是可以试试看。选一些你喜欢的流行歌曲吧。好的，有没有推荐的歌手呢？周杰伦的歌就很受大家喜欢，我也听过他的歌，很有趣。歌词简单一点的更容易学。明白了，我去找找看有没有。还有啊，你可以读一些简单的书。是不是很难啊，小美？不会，有专门给初学者的书。比如儿童读物那种的吗？对，或者中文分级读物也行。分级读物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根据你的水平来选书。这样就不会觉得太难了吧？没错，能让你慢慢增加词汇。这个主意听起来也很不错。读故事能让你更有兴趣学。我以前觉得看书会很枯燥。试试看，也许你会爱上阅读。好的，我这就把它们记下来。学习资源真是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都不知道该选哪个。没关系，你可以都尝试一下。循序渐进，慢慢来就好，是吗？对，找到最适合你的方法最重要。谢谢小美，你帮了我大忙了。我们互相帮助，一起进步吗？是啊，这样学习才有动力呢。对呀，学中文有很多乐趣的。以前觉得难，现在有了方向了。慢慢来，你会发现中文很美的。我一定会好好尝试这些方法。对了，你有没有试过一些学习 App 呢？我还真没怎么用过它们。很多 App 都特别适合初学者用的。真的吗？有哪些比较推荐的呀？比如推扣词典，还有 Duolingo 之类的。Twinkle 是查词典的，我听说过它。是的，它功能很全，还有手写输入。手写输入，那对不认识的字很有用。没错，还有词卡功能，帮你记单词呢。听起来非常实用，我得去下载一个。Duolingo 吗？可以让你每天练习一点。像游戏一样，完成任务就能学是吗？对，它能帮你巩固语法和词汇量呢。这种趣味学习方式，我应该会喜欢的。还有很多 App 有听力练习和口语对话。哇，资源也这么丰富啊！是的，你也可以多找找看看呢。对了，我还听说看中文电影有用吗？当然有用啊，沉浸式的学习方法呢。可是我怕听不懂，会觉得很挫败。你可以先从有字幕的开始看起啊。中文字幕还是英文字幕比较好呢？如果是为了学习，当然是中文字幕。哦，这样可以对照着学习汉字是吧？没错，还能学到地道的表达和语感。那要看什么类型的电影比较合适呢？选一些轻松日常的剧，比如情景剧。情景剧就像《家有儿女》那样的吗？对，那种生活化的对话会很有帮助的。原来是这样，
我也要试试看电影了。看电影的时候可以多留意他们的发音。还有语调和情绪表达是不是啊？对，模仿他们的口音会有很大进步。感觉学习中文的方法真是多种多样啊。是啊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最重要，不是吗？我现在觉得中文学习不再那么孤单了。哈哈，我们不是一直在互相支持着吗？是啊，和你聊天总是很有收获的呀。我也从你的问题里学到不少东西呢。那我们下次可以继续分享学习心得。当然可以，一起学习进步才更有趣。期待我们下次的交流和分享啊。好的，有什么新的发现，随时告诉我。没问题，我会把这些都记录下来的。不客气，能帮到你就太好了，大明。哈哈，你真是我的中文学习小百科啊。哪里，我们都在一起进步嘛。对了，我最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 app。哦，是什么 app 啊？快分享给我听听。它叫中文小助手，里面有很多练习。听起来很不错呢，主要是练习什么呢？有听力、口语，还有一些语法小测试。哇，这真是全面，我也要去下载看看。是啊，每天用一点点，感觉很有用呢。我还听说有些 app 有 AI 对话功能。AI 对话，那是不是可以模拟真人聊天？对，你可以和 AI 练习说中文，很方便。哇，这个听起来太棒了，简直是神器。它可以帮你纠正发音，还能提高语感。那我得赶紧找找看有没有这样的 app。肯定有的，现在科技发展得很快呢。除了 app， 你还用过其他特别的资源吗？我还喜欢听中文播客，比如我们这个。哈哈，听播客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啊。特别是听一些生活化的对话，很实用。是啊，可以了解中国文化和日常表达。而且在做家务或者通勤的时候都能听。没错，碎片时间也能充分利用起来了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尝试过读中文书籍呢？读中文书，我还没怎么开始读过呢。可以从一些简单的儿童故事书读起啊。儿童故事书，那词汇量会不会太简单？不会啊，它们有很多基础词和常用句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倒是个不错的开始方法。而且还能培养语感，对阅读很有帮助。我也听说看中文新闻对学习很有用。看新闻可以了解时事，增加词汇。但是新闻的词汇量是不是会比较大啊？可以先从简单的短新闻或者标题开始。这倒是个好主意，我以前都没这么想过。慢慢来，你会发现中文阅读越来越轻松。对了，听中文歌算不算一种学习资源？当然算啊，听歌是很好的学习方式呢。我喜欢听一些流行歌曲，感觉很上口。跟着唱还能练习发音和语调，很有趣。是啊，有些歌词我还会特意去查字典。这样学到的词汇印象会更深刻，记得牢。感觉学习中文的途径真是无处不在啊。只要用心，生活中处处都是学习机会。我现在对中文学习充满了新的热情呢。看到你这么有动力，我也很开心啊。谢谢你分享这么多宝贵的学习经验。没关系，我们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嘛。期待下次我们能交流更多新的发现呢。我也很期待，到时候再聊更多吧。是啊，下次再分享更多好方法。互相交流总是很有收获的呢。对了，你用过什么学习中文的 app 吗？当然了，很多 app 都很有用的呀。我只用过字典 app， 感觉很方便。
有些 App 可以练习听力，还有口语。真的吗？那我也应该去试试看。是啊，比如多邻国，还有 HelloTalk 可以和中国人聊天吗？可以的，是很好的语言交换平台呢。哇，听起来很不错，我要去下载。对了，你平时会看中文视频吗？偶尔会看一些短视频，很有趣。YouTube 上有很多中文学习频道呢。是吗？我只知道看电影和电视剧。那些也很棒，可以听懂很多日常对话。我喜欢看一些美食 Vlog， 学做菜。那样学到的词汇很生活化，很实用。对呀，边看边学，一点也不觉得累。还可以选择带中文字幕的视频看。我还听说看动画片也很有用呢。是的，动画片语速慢，词汇也简单。我可以试试看，找一些经典的。比如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就很好。哈哈，听起来很有意思，我要去找。除了这些，你有没有想过找语伴呢？语伴，就是一起练习中文的朋友吗？对啊，一起练习口语和听力特别好。我有点害羞，不知道怎么开口交流。没关系，大家都是互相学习，别怕。也许我应该尝试一下，克服我的害羞。对了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报个中文课？我觉得自学比较自由，没想过上课。有老师指导会更系统，进步更快。是啊，但我工作很忙，时间不多。现在有很多在线课程，很灵活的。在线课程，那我可以随时随地学习。对，跟着老师学习，基础会更扎实。听起来也很有道理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毕竟系统学习也很重要，不能忽视。感觉学习中文的方法真是太多了。是啊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。对，要坚持下去，不能半途而废。每天进步一点点，就会有大不同。我现在对学习中文越来越有信心了。看到你这么积极，我也很受鼓舞。谢谢你总是给我带来新的启发。哪里，我们一起享受学习过程。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趣的。对啊，保持好奇心，继续探索吧。是啊，学习真的很有趣呢。对，每次学到新东西都很有成就感。这次讨论让我学到很多新方法。很高兴能和你分享这些学习经验。我会试试你说的那些学习网站。也可以找一些中文播客来听一听。听播客，那不是和我们一样吗？是的呀，多听多说就能进步更快。我想我需要更多沉浸式学习呢。没错，创造一个中文环境很重要。比如多看中文电影和电视剧，对吗？对，跟着剧情学词语会更容易记。我可以开字幕，这样能帮助理解。开始可以，但后面要尝试关掉它。那会很有挑战性，但我会努力的。别忘了多和中国人交流，大胆说。可是我有时候会害怕说错话呢。没关系，大家都会理解你的心意。只要开口说，就是最好的练习了。进步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的。看来学习中文没有捷径可走啊。确实没有，但有适合自己的方法。找到它们，并且坚持下去就对了。保持积极心态，享受这个过程吧。谢谢你，小美，你真是一个好老师。哪里，我们只是互相学习罢了。每次和你聊天都能收获很多启发。我也从你的问题中学到不少东西。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肯定也受益了。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学习的乐趣呢。是啊，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利用资源。
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，都有选择。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种哦。对，并把它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。每天花一点时间就会有效果的。学习中文，贵在坚持，持之以恒。谢谢你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好建议。不客气，能帮到大家，我也很开心。今天的讨论真的非常棒，很充实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又到尾声了。没错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。希望大家都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，并且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之路呢。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耐心收听。我们的节目下周会准时和大家见面，期待下次和大家在空中再次相遇。祝大家学习愉快，生活顺利啊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好的，下次我们再好好聊一聊吧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在评论区继续聊吧。好的，大家别忘了复习，下次再见。